朋友們，上一期我們講到，大唐初代 CEO 李世民为了防止兄弟相残，被迫把皇位传给了性格最懦弱的九兒子李治。李世民心想，老子找了個老實人接班，這下公司總該安穩了吧？但對不起，歷史最精妙的地方就在於，軟弱的總裁往往會催生出最強大的歷史破局者。就在李世民駕崩後不久，一個曾經被他打入冷板凳，在感業寺天天敲木魚削髮為尼的底層女員工，拍了拍身上的塵土，再次走進了長安城。面對當時由關隴集團顧命老臣築起的密不透風的階級天花板，他沒有選擇認命，而是憑借着頂級的戰略定力和打破常規的智慧，開啟了一場教科書級別的破局者逆襲。他將會重組大唐的權力架構，大刀闊斧地打破門閥壟斷，開創選拔底層人才的全新體制，並最終在全天下男權體制的圍剿中，強行走出了一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女帝之路。今天我們繼續翻開《資治通鑑》，來聊聊大唐歷史上最硬核也最勵志的女性創業史——武則天的極致破局時刻。朋友們，翻開《資治通鑑》，很多人對武則天的第一印象就是她一出場就是個手握劇本的大女主。但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在公元649年大唐初代 CEO 李世民駕崩之前，武則天在長安總部的處境只能用2個字來形容：尷尬。貞觀11年，14歲的武則天因為長得漂亮，被選進了皇宮。當時的大唐集團剛剛吞併突厥，威震亞洲，老總裁李世民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武則天滿懷希望地入宮，拿到她的第一個職稱——才人。在唐朝後宮的行政架構裡，才人只是個正五品的中低層崗位，基本上屬於總裁辦的日常行政秘書。武則天本以為憑借自己的才華和美貌，很快就能升職加薪，成為核心高管。然而，她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才人的冷板凳，她一坐就是整整12年。為什麼強如武則天，在李世民手裡會完全不受重用？《資治通鑑》在後來的章節裡，借着武則天自己的口，記錄了這樣一個細思極恐的細節。李世民有一匹烈馬，名叫獅子聰，性格暴烈，全公司上下沒有一個馴馬師能治得了他。這時候，年輕的武則天站在李世民身邊，說了一段讓老總裁脊背發涼的話。他提出，只要給他3件東西，就能徹底馴服這匹馬：1鐵鞭，2鐵貨，3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鐵貨獲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這段話放在現代職場，就像是一個剛轉正的實習生，在公司年會上面對一個難啃的客戶，直接對大老闆說：“老子先用業績砸死他，砸不死就用公關搞死他，再不聽話就直接做掉他。”李世民是什麼人？他是屍山血海裡殺出來的戰神 CEO。他一聽這段話，立刻就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個年輕女秘書骨子裡的殘忍、硬核以及不受控制的野心。李世民一輩子喜歡的是那種溫柔順從，能幫他演好明君人設的女性，比如長孫皇後。像武則天這種鋒芒畢露、手段極端的硬核狠人，李世民的選擇非常果斷，邊緣化她，把她徹底打入冷宮。於是，從14歲到26歲，一個女性最黃金、最美好的12年職場生涯，武則天被死死扣在了大唐集團的最底層，沒有得到過一次晉升的機會。如果是一般人，在冷板凳上坐了12年，可能早就放棄掙扎，準備在公司的角落裡混日子等退休了。但武則天之所以是頂級破局者，是因為她具備一種超乎常人的特質，極其敏銳的職場風向嗅覺，以及在絕境中
敢於梭哈的賭性。貞觀晚年，老總裁李世民的身體越來越差，風疾纏身，經常臥床不起。這時候，全公司最核心的權力交接點轉移到了老總裁的病榻前。當時還是太子的九皇子李治，作為合法的準接班人，每天都要來榻前盡孝，伺候湯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常年坐在冷板凳上的行政秘書武則天和未來大唐的新總裁李治相遇了。《資治通鑑》《唐記》用極度克制，甚至有些隱晦的筆墨，記錄了這一場徹底改變大唐國運的跨部門攻關。上在東宮，入侍太宗，見才人武士，閱之。這句話說的是李治還住在東宮當太子的時候，有一次進宮侍奉李世民，見到了才人武士，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我們要理解当時的场景。李治這個人生來性格軟弱、善良，甚至有點懦弱。他看着自己的戰神老爹一天天衰弱，內心充滿了對即將接管大唐這個巨型帝國的恐懼和焦慮。而在病榻旁，那個比他大4歲、性格果斷、眼神堅定的武才人，就像是一根在大風大浪中無比穩固的定海神針，散發着一種李治一輩子都無法抗拒的強大氣場。對於武則天來說，這同樣是一場拿命在賭的超級投資。在老皇帝眼皮子底下和太子暗通款曲，一旦被李世民發現，那就是當场推出去亂刀砍死的罪名。但武則天太清楚自己的處境了，老總裁一死，他這種沒有子嗣又不受寵的邊緣員工，唯一的下場就是被打包清理。他必須在老董事長闭眼之前精準捕獲新總裁。他用自己的溫柔、果斷和情緒價值，結結實實地擊中了李治這個老實人的軟肋，在長安總部的最高層為自己種下了一顆極為隱秘卻能救命的復活種子。公元649年5月，大唐一代雄主李世民駕崩，新總裁李治正式登基，改元永徽。然而，新皇登基的漫天煙火並不屬於武則天。按照大唐集团針對離職高管和老舊員工的安置政策，凡是老總裁留下來的沒有生育過子女的嬪妃才人們，必須集體辦理物理離職手續。他們被一辆輛馬車拉出了繁華的長安城，送進了市郊一座冰冷清幽的寺廟——感業寺。在這裡，26歲的武則天褪去了宮廷的羅衣，一頭青絲被盡數剃去，換上了粗布僧衣。每天的工作不再是批閱公文、見證萬邦來朝，而是面對着青燈古佛，無休止的掃地、敲木魚、诵經。用現代商業的視角來看，這叫原項目組徹底解散，邊緣員工遭遇毀滅性行業清洗，個人資產全部歸零。感業寺的紅牆就像是一個密不透風的絕望牢籠，那些和他一起進去的女子大多開始認命，在哭泣和木魚聲中等待着紅顏老去，化為黃土。但武則天不認，她每天在感業寺裡掃地的時候，腦子裡想的絕對不是如何4大皆空，而是如何利用她之前種下的那顆復活種子，完成人生的破產重組。她在等那個性格軟弱卻對她念念不忘的新總裁李治重新拉她一把。幸運的是，武則天沒有看錯李治。李治這個老實人確實是個痴情種。永徽元年的5月26日，也就是李世民駕崩1周年忌日，新總裁李治來到了感業寺為老爹燒香。在缭繞的佛煙中，李治一眼就看到了那個身穿素色僧衣、面容憔悴卻依舊英氣逼人的武則天。《資治通鑑》記錄了這極具戲劇性的一幕：兩個人四目相對，千言萬語化作眼淚。武則天一邊哭，一邊用那雙滿是老繭的手抹着眼淚。
而貴為天子的李治也跟着一起抹眼淚。這一場眼淚直接把大唐總部的後宮高層給驚動了。但最詭異的是，第一個跳出來要幫武則天重組復出的，居然不是李治，而是李治的正牌夫人王皇後。在《資治通鑑》的語境裡，王皇後的這次行為堪稱歷史上最著名的降智職場騷操作。當時大唐後宮裡，李治最寵愛的是蕭淑妃。蕭淑妃不僅長得漂亮，還給李治生了兒子，風頭完全蓋過了正牌的王皇後。王皇後天天在辦公室裡發愁，地位岌岌可危。當她聽說李治在感業寺對一個叫武則天的小尼姑念念不忘時，王皇後一拍大腿，自作聰明地出了個自以為得計的陰謀。她準備主動勸李治把武則天接回宮來，利用武則天去分蕭淑妃的寵，等蕭淑妃失寵呢，她再騰出手來把武則天這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工具人給開除掉。通鑑用極度諷刺的6個字記錄了王皇後的心理：欲以兼淑妃之寵。王皇後以為自己是個掌控全局的頂級 HR， 可以在新員工之間玩二虎竞食的把戲，但她根本不知道，她這次從感業寺招進來的根本不是什麼好拿捏的軟柿子，而是一個在底層蟄伏了14年，對權力和生存有着極度飢渴的滿級破局者。公元651年，在王皇後的極力引薦和合規公關下，27歲的武則天脫下了僧衣，再次跨進了長安城的大門。這一次，她不再是那個坐在冷板凳上任人宰割的底層才人，她帶着一身在谷底磨礪出來的戰術定力和滿腔對權力的極致渴望，正式開啟了她改寫大唐國運的逆襲狂飆。要打倒一個身居高位、擁有100年門閥背景的正牌皇後，普通的辦公室小報告是根本沒用的。武則天非常清楚，她需要一顆能徹底摧毀對方道德信用，讓新總裁李治永遠無法原諒王皇後的公關核彈。於是，一場堪稱史詩級的歷史懸案發生了——小公主暴卒事件。《資治通鑑》用一種冷峻的讓人發毛的筆觸，記錄了公元654年初春的那個下午。後寵雖衰，然尚未有翳廢也。惠武氏生女，後憐而弄之，後出，武氏前惡殺之，復之以備。當時武則天剛給李治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有一天，王皇后由於面子工作，特地到武則天的產房來看望這個小嬰兒。王皇后逗弄了一會兒孩子，便起駕回宮了。王皇後前腳剛走，武則天後腳就反鎖了房門，眼神冰冷地伸出手，親手掐死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親生女兒。然後她面無表情地幫女兒蓋好被子，偽裝成孩子還在熟睡的假象。不久後，李治下班來到了產房，高興地想抱抱女兒。武則天笑着掀開被子，結果發現女兒已經全身冰涼，早已沒有了呼吸。那一瞬間，武則天展現出了堪稱影后級的表演，她當場嚎啕大哭，悲痛欲絕。李治也懵了，憤怒地質問周圍的秘書和保鏢：“剛剛誰來過這個房間？”大家戰戰兢兢地回答：“只有王皇後剛剛來過。”李治一拍桌子，咬牙切齒地吼出了一句話：“皇后殺了我的女兒！這個惡毒的女人，以前嫉妒蕭淑妃，現在竟然連個嬰兒都不放過。”武則天在旁邊一邊哭一邊數落着王皇後的種種不是。王皇後聽到消息跑來解釋，但在鐵一樣的屍體證據面前，她根本百口莫辯。現代很多歷史學家爭議這個小公主到底是不是武則天殺的，還是死於古代常見的嬰兒猝死症。但對於司馬光和《資治通鑑》來說，真相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這場慘烈的輿論戰中，武則天用一個嬰兒的生命作為代價，
徹底引爆了道德核彈。在李治心裡，王皇後的人設已經徹底崩塌，變成了殺人犯。李治心中廢王立武，廢掉王皇後，立武則天為後的決心，在這一刻徹底定局。然而，後宮的事情李治一個人說了算，但要更換大唐集團的第一夫人，卻必須要經過集團董事會、朝廷老臣的審批蓋章。當李治把廢王立武的議案提交到董事會時，他遭遇了登基以來最屈辱、最窒息的全面圍剿。當時把持大唐董事會的是以長孙無忌和褚遂良為首的顧命老臣团隊。這些人不僅是初代 CEO 李世民留下來的監事會主席，更是背後龐大的關隴門閥集團的代言人。在他們眼裡，大唐江山是他們這幫老牌貴族和李氏家族共同出資創立的聯合公司。你李治雖然是皇帝，但只是個執行總裁，股份我們也有份。而王皇後正是關隴集團最正宗的代言人。至於武則天，他爹只是個白手起家的木材商人，出身寒微。《資治通鑑》記載，李治為了通過這個議案，帶着武則天親自提着大批的金銀財寶，屈尊降貴地跑到舅舅長孫無忌的家裡去搞私下公關。李治在酒宴上瘋狂暗示，甚至把長孫無忌的幾個庶子當場升官。但長孫無忌這個職場老油條全程打哈哈，一聊到廢後的話題，他就立刻把頭轉過去聊今天的天氣。哈哈，幾天後，在正式的董事会、朝廷大堂上，矛盾徹底激化。褚遂良作為大唐第一硬漢，直接在朝堂上跟李治掀了桌子。褚遂良把象徵着宰相權力的護板狠狠地摔在地上，一頭磕在台階上，磕得滿頭是血，大喊着：“王皇後出身名門，是先帝親自為您挑選的接班人。陛下今天無故廢後，臣寧可斷頭，也絕不簽字。”當時武則天就躲在朝堂後面的簾子後聽着，聽到褚遂良這麼作死，武則天在簾子後面氣得渾身發抖，忍不住隔着簾子大吼了一聲：“何不撲殺此僚？怎麼不把這個老狗給我當場亂棍打死？”這一聲大吼把全場高管都嚇傻了，李治也嚇得臉色慘白。董事會和總裁當場鬧翻，會議不歡而散。李治發現，他這個名義上的最高總裁，在長孫無忌這幫老臣面前，連換個老婆的行政命令都發不出去。他也迎來了自己的職場窒息時刻。就在李治和武則天被董事會逼到牆角，进退维谷的時候，武則天用她那超越時代的戰略眼光，找到了整場死局裡唯一的破局點。她發現長孫無忌和褚遂良雖然叫得響，但他們手裡只有行政權，沒有硬實力。大唐集團最硬的核心資產軍隊，掌握在一個從來不參加辦公室政治的老將手裡。這個人叫李基，也就是評書裡的英國公徐茂公。李基是三朝元老，軍方第一大佬。在長孫無忌等人瘋狂反對廢後的時候，李基天天請病假，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武则天立刻敏銳地意識到，李基的態度就是決定天平走向的最後一枚砝碼。於是李治在深夜裡秘密召見了李基，試探性地問他：“朕想立武昭儀為皇後，褚遂良他們死活不答應，依你看這件事到底該怎麼辦？”李基不愧是老江湖，他沒有長篇大論，也沒有談道德宗法，而是淡淡地回了新總裁一句話。這句話被白紙黑字寫在《資治通鑑》裡，直接宣判了關隴集團的死刑。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這句話簡直是石破天驚，他直接切中了李治和武則天最核心的訴求。李基的意思非常直白：陛下，你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
你娶誰當老婆，讓誰當第一夫人，那是你自己的家務事。這幫老臣天天拿制度壓你，不過是仗着自己資格老。只要你下定決心掀桌子，我手裡的6軍将士絕對服從陛下的行政命令。拿到了軍方大佬的不干涉，甚至暗中支持的背書後，李治和武則天內心最後的恐懼瞬間烟消雲散。他們知道，董事會的那幫老家伙手裡已經沒有籌碼了。永徽6年，公元655年10月，李治不再理會董事會的任何反对，強行頒布最高行政命令，废除王皇後萧淑妃，正式册立武則天為大唐集團的新任皇後。那些曾经以為自己可以掌控皇帝的老臣們，很快就迎来了這個年輕女人的恐怖報復。武則天的報復不是簡單的貶官，而是物理層面的斬草除根式的系統清洗。第一步，清除爪牙。褚遂良作為帶头大哥，首先被夺去宰相職務，直接貶到了鳥不拉屎的邊疆愛州（今越南境內），最終在絕望和瘴氣中悲慘死去。第二步，做掉大股東。長孫無忌作為李世民的親舅舅，大唐的第一功臣，武則天深知他的影響力太大，他指使心腹許敬宗羅織了一場天大的謀反案，硬生生把長孙無忌給牽連了进去。第三步，全面收割。公元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长孙无忌被削去一切爵位，流放到黔州（今重慶彭水）。在流放的路上，武則天甚至沒有給他留下一絲活路，派出的使者直接帶着一尺白绫，逼着這位大唐初代功臣李世民最信任的兄弟，在幽暗的茅屋裡懸梁自盡。《資治通鑑》用極其血腥和沉重的文字記錄了那幾年長安城裡的清洗結果。關隴集團的核心家族王氏、蕭氏、長孫氏、楚氏，這些曾經陪着李淵、李世民打下江山的大唐聯合創始人團隊，被武則天用政治手段成批的流放、處決、抄家。當年王皇後想利用武則天去打工，長孫無忌想利用規則去架空皇帝，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從感業寺走出來的小尼姑根本不按大唐的潛規則玩。他借着李治對權力的渴望，用最血腥也最有效率的暴風雨，硬生生把大唐集团綿延了數百年的門閥政治砸得粉碎。當長孫無忌上吊的那一刻，大唐總部的老臣監事會徹底破產，而武則天終於踩着元老們的屍體，和丈夫李治一起並肩站上了大唐權力的最高峰。顯慶5年，公元660年，也就是清洗完長孙無忌的第2年，33歲的執行總裁李治迎來了一場毀滅性的健康危機。他遺傳自父親李世民的重度風疾，高血壓引致的嚴重腦血管疾病徹底爆發了。《資治通鑑》用極度寫實的8個字記錄了李治當時幾乎喪失工作能力的悲慘狀態：風疹甚，苦頭重目眩。嚴重的時候，李治不僅頭痛欲絕，雙眼甚至近乎失明，連辦公桌上的集團週報、各州奏折都看不清。面對每天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來的公文，這個性格本來就軟弱的總裁徹底癱瘓了。公司不可一日無主，誰來替總裁看文件、批复方案？李治看了一眼身邊那個陪他一起在刀尖上跳舞、智商與情商雙雙爆表的老婆，於是李治做出了一個改變整個人類歷史的決定：委以正事，讓皇後武則天代替他審批集團的所有核心業務。對於武則天來說，這不僅是一次職權跨越，更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閉環。武則天展現出了近乎妖孽的行政天賦，她處理文件效率極高，賞罰分明，
而且深谙李治的心理，批出來的方案回回都能讓李治挑不出毛病。更厲害的是，他并没有像一般外戚那樣只提拔自己的娘家人，而是廣開言路，把政務打理得井井有條。通鑑記載，權與人主謀矣。他的實際權力和皇帝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從這一天起，武則天完成了從後宮第一夫人到大唐集團實際掌舵人的身份蛻變。李治在前面養病，武則天在幕後操盤，但這也讓病榻上的李治開始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和焦慮。職場上的規律永遠是，權力具有排他性，哪怕是親生夫妻，在絕對的控制權面前也會產生裂痕。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李治看着自己的權力一天天被武則天蚕食，甚至連太監和身邊的秘書都開始繞過自己，直接去向武後匯報時，這位軟弱的總裁終於被激起了最後的男性自尊。他想反抗，他想把這個快要壓死他的強悍女人給開除掉。於是李治秘密找來了當時朝廷的頂尖文官宰相上官儀。李治向大才子上官儀訴苦，皇後現在專權到了這個地步，連朕說句話都要看他的臉色，朕想廢了他，你看怎麼辦？上官儀是個傳統的文人，早就對女性掌權心懷不滿，一聽總裁要硬氣，立刻一拍桌子支持。皇后專自海內失望，請廢之。李治一聽大喜，立刻讓上官儀就在總裁辦公室裡當場起草一份廢後詔書。然而大唐總部的每一個角落早就密布了武則天的眼線，上官儀的毛筆還沒沾乾墨水，太監就已經連滾帶爬地把這個最高機密送到了武則天的案頭。《資治通鑑》記錄了中國宮廷史上最具有戲劇張力也最令人窒息的一幕。武則天甚至連衣服都沒換，滿臉怒氣，帶着一身徹骨的寒意，盛怒之下直驅上鎖。她連門都沒敲，直接砰的一聲推開了總裁辦公室的大門，直挺挺地站在了李治和上官儀面前。李治正拿着那份剛寫好的廢後詔書沾沾自喜呢，一抬頭看見了武則天那雙殺人般的眼睛。那一瞬間，空氣仿佛凝固了。李治那點好不容易攒起來的勇氣，在武則天強大的氣場壓迫下，瞬間當場窒息了。他手一抖，詔書差點掉在地上。武則天沒有哭鬧，而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李治進行了一場長達數小時的極度冷靜的心理輸出。他盯着李治，一句句質問他：當年是誰陪你打倒的長孫無忌？是誰不分晝夜幫你批改公文，讓你安心養病？你今天竟然聽信外人的挑撥，要把你的結髮妻子趕盡殺絕？李治被訓得面紅耳赤，徹底被武則天的氣場馴服。為了自保，這位大唐總裁做出了一個堪稱職場最窩囊、最甩鍋的舉動。他一把將那份詔書藏在背後，指着旁邊的宰相上官儀，對武則天結結巴巴地說：朕初無此心，皆官儀教我。老婆，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啊，全都是上官儀這個老家伙在背後教唆我的。上官儀站在旁邊，整個人都聽傻了。這就是他效忠的總裁，在關鍵時刻為了保全自己，毫不猶豫地把隊友拉出來擋槍。武則天冷笑了一聲，隨後他乾脆利落地利用這個機會發難，以密謀政變的罪名將宰相上官儀滿門抄斬，只留下了一個在襁褓中的孫女，也就是後來的大唐第一女官上官婉兒。經此一戰，李治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反抗，被武則天以单枪匹馬全面碾压的姿態徹底粉碎。李治發現自己不僅在肉體上離不開這個女人，
在精神和政治上，他已經徹底成了武則天的俘虜。上官儀死後，武則天不再掩飾自己的鋒芒，他向李治提出了一個名震千古的行政要求：既然我們要聯合辦公，那就把辦公室搬到一起。自此，大唐集團的早會朝會上出現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雙天王景觀，在長安大明宮的龍椅後面拉起了一道輕薄的紗簾，執行總裁李治坐在前面，而第一副總裁武則天則面容威嚴地坐在簾子後面。《資治通鑑》用4個字定調了這一時期的權力結構：雙聖臨朝。每天文武百官上朝匯報業務，沒有一項提案遞上來，李治坐在前面點頭，武則天在後面把關。遇到複雜的跨部門爭端，李治還在頭暈目眩地想對策，簾子後面就會傳來武則天那極具穿透力、邏輯清晰的最高裁決。百官一開始覺得聘姬司晨不合禮法，但很快他們就悲哀地發現，武後的決策效率比那個天天中風的皇帝高出了不知多少倍。為了將自己的二把手身份合法化，武則天在這一時期開始瘋狂進行政治公關和輿論造勢。她給自己和李治改了頭銜，李治叫天皇，她叫天後。這兩個充滿神話色彩的稱謂，直接把他們夫妻二人抬到了超越世俗百官的神聖高度。麟德2年，公元665年底，大唐迎來了一場古代帝王的終極盛事——泰山封禅。在古代，封禅是皇帝一生中最高的業務封頂，只有天下太平、海內豐收、建立了曠世奇功的帝王，才有資格去泰山向老天爺匯報業績。李治因為滅了高句麗、百濟，在武則天的操盤下，浩浩蕩蕩地帶着文武百官和萬國使者前往泰山。然而，在這場本該屬於男權巔峰的祭祀大典上，武則天卻再次強行打破了規則。按照古代禮儀，封禪祭天分為初獻、亞獻和中獻。初獻由皇帝親自來，這沒問題。但按照傳統，接下來的亞獻應該由集團的二把手宰相或者公爵來擔任。武則天直接在封禪籌備會上提出了一個讓所有禮官目瞪口呆的方案：亞獻應當由本天後帶領先天嬪妃和命婦來擔任。他的理由非常具有現代公關的殺傷力。泰山祭祀既要祭天，男也要祭帝女。帝神是女性，你們讓一幫大男人去祭祀帝神，這符合男女有別的禮法嗎？禮官們被這個邏輯懟得啞口無言。於是，在泰山之巔，萬眾矚目之下，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最震撼的一幕：執行總裁李治完成了第一輪祭祀後退下。隨後，天後武則天頭戴鳳冠，身披最隆重的朝服，帶着黑壓壓一片的女性貴族，邁着堅定的步伐登上了泰山祭壇，親手完成了第二輪祭祀。那一刻，泰山的風吹過她的鳳冠，武則天俯瞰着腳下的萬里江山和跪倒一片的文武百官，她用這個無可挑剔的儀式向全天下、向整部歷史昭告：我武則天從來不是依附於李治身後的掛件，我是這個帝國的並列掌舵人，我是大唐盛世的共同締造者。這條從感業寺走出來的逆襲之路，在雙聖臨朝和泰山封禪的煙雲中，終於被他走到了距離那個王座僅剩一步之遙的地方。在武則天之前，大唐集團的招聘體制、選官制度其實是極度不公的。雖然當時已經有了科舉制度，但朝廷的核心高管崗位基本上還是被所謂的五姓七望、崔、盧、李、鄭、王等頂級名門望族和勳貴子弟通過拼爹、拼血統給牢牢壟斷着。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底層讀書人，就算才華橫溢，
一輩子頂多也就能在地方上當個九品小職員。這些名門望族自命不凡，連李氏皇族都有些看不起，更別提武則天這個木材商人的女兒了。武則天冷笑一聲，決定直接祭出商業上最絕的一招，降維打擊，重新制定招聘規則。為了徹底打破這幫老牌貴族對人才的壟斷，武則天在掌權期間對科舉制度進行了變態級別的升級和魔改，發明殿試。她規定科舉考試的最後一輪由她這個天後，後來是皇帝，在皇宮大殿上親自主持面試。這招絕就絕在，他直接切斷了底層人才與朝中門閥大佬的依附關係。所有考上的人不再是誰的學生，而是天子门生。這叫總裁親自搞校招，培養絕對忠誠的嫡系管培生。開創武舉，除了招募文官，他還首次創立了武科舉考試，打破了過去軍方大佬父死子繼的勳貴壟斷，讓民間那些力大無窮、精通武藝的草根底層也有了靠拳頭當上將軍的機會。發明密卷制度胡明法，為了防止考官作弊，給貴族子弟開後門，他下令把試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貫全部用紙糊起來。這可以說是人類教育史和選拔史上的一大創舉，真正實現了唯才是舉，分數說話。《資治通鑑》記載，在武則天這套全新賽道的瘋狂內卷下，一大批原本一輩子都沒機會出頭的寒門天才被發掘了出來。狄仁傑、姚崇、宋璟、張柬之，這些後來支撐起大唐半壁江山，甚至開啟開元盛世的頂級 CEO 級人才，全都是在武則天的這套體制下，被他以極具慧眼的戰略眼光一手提拔起來的。在機制改革的同時，武則天在行政架構上也玩了一手漂亮的移花接木。當時大唐的中央行政权力掌握在3省6部、中书省、门下省、尚書省手中。這套系統裡充斥着大量的舊官僚，他們天天拿着老总裁李世民留下來的紅头文件和禮法，去消极抵抗武則天的行政命令。武則天每發一個項目，他們就帶頭在下面開會研究、挑刺、拖延。武則天根本不跟他們扯皮，既然舊部門不好用，那老娘就繞過你们，成立一個完全直屬我的超級子公司。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北門學士。《資治通鑑》記錄了這個極為高明的職場架構創新。武則天在皇宮的北門、玄武門附近專門開闢了一間辦公室，招聘了一批像劉一之、袁萬頃這樣才華橫溢卻沒有門閥背景的年輕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官方職稱只是底層的文學侍從，但實際上他們是武則天的總裁特助首席智囊團。每天百官遞上來的核心業務報告，武則天直接不經過3省6部，而是私下交到北門學士辦公室。這幫年輕才子挑燈夜戰，幫武則天草擬政策，制定反壟斷法案，撰寫公關通稿。等舊官僚們第2天上朝準備跟武後打口水仗時，武則天已經把北門學士寫好的無可挑剔的最高行政命令直接拍在他們臉上了。用現代職場的話來說，這叫用扁平化的項目組去定點爆破臃腫傲慢的傳統官僚體系。北門學士的成立，讓武則天在行政效率上徹底碾壓了朝廷百官，把大唐集團的控制權死死抓在自己手裡。如果說科舉改革和北門學士是他奪權的手段，那麼在皇甫元2年（公元674年），武則天向全天下頒布的谏言12事，則徹底展現了他作為一名頂級政治家、治理者的正念與積極。這份谏言12事堪稱人類歷史上最硬核、最具有前瞻性的集團發展戰略白皮書。武則天在這份報告裡
提拔了大量真正切中底層民生痛點的神級方案。第一，勸農桑，減賦役。他規定地方官的 KPI 不再是抓了多少犯人，而是看你治下的老百姓有沒有開墾荒地，有沒有吃饱飯。只要農業搞得好，官職就往上升。第二，廣開言路，杜絕產餘。鼓勵全國上下的基層員工給總部提意見，誰敢在報告裡拍馬屁，直接扣年終獎。第三，提高基層公務員福利，給天下長期加班、工資微薄的底層官員漲薪水，免除他們的雜役，讓他們能夠安心為集團效力。第四，也是最具有偉大女性覺醒意義的一條，父在位母服齊衰3年。在古代極其極端的男權社會裡，父親死了，兒子要守孝3年，但如果母親死了，父親還在，兒子居然只需要守孝1年。武則天一拍桌子，憑什麼？母親生養之恩一樣偉大，無論是誰死，一律平等守孝3年。這一條法令的頒布，硬生生通過國家最高法律的形式，給古代中國卑微的女性地位撕開了一道尊嚴的口子。《資治通鑑》不得不承認，當建言12事頒布並徹底落實後，整個大唐集團的業績出現了奇蹟般的飆升，社會經濟快速復甦，人口大量增長，倉庫裡的糧食多到吃不完。他用鐵一般的事實、碾壓性的治理數據，向全天下所有的反對者證明，老娘不僅能坐在簾子後面當秘書，當老娘真正站在前台開始治理這個國家時，我交出來的卷子比你們這幫只會讀死書的臭男人強上1000萬倍。看着武則天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看着滿朝文武從最初的憤怒不屑到後來的心服口服，五體投地躺在病榻上，生命即将走到盡頭的唐高宗李治，內心陷入了一種極致的複雜與釋懷。他知道自己這輩子在政治上和肉體上都已經徹底被這個女人給盤活了。弘道元年，公元683年12月，一生軟弱卻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最偉大妥協的唐高宗李治，在洛陽貞觀殿走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臨終前，他看着身邊這個陪伴了他30年，把他的江山治理得繁榮昌盛的女人，顫抖着留下了他這輩子最後一份，也是權力最大的集團交接班聲明：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禁旨。我死後，大唐集團所有的核心業務，如果新總裁搞不定，一律由天後武則天做最終一票否決。李治閉上了眼睛，他把這個龐大帝國的最高權杖，用最合法、最深情也最無奈的方式，完完整整地交到了武則天手中。在全天下的偏見、門閥的圍剿和男權社會的密不透風中，武則天沒有選擇抱怨，而是憑借着變態級的內卷、頂級的制度創新和無懈可擊的治國業績，硬生生把所有反對他的人變成了自己的墊腳石。屬於李氏大唐的時代，在這一夜正式翻篇了。當武則天換上最隆重的朝服，獨自一人走向那張空出来的龍椅時，他知道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天花板能夠阻擋他的光芒。公元683年，李治駕崩後，大唐集團其實陷入了一場詭異的掛名總裁遊戲。武則天的2個親生兒子，唐中宗李顯和唐睿宗李旦，先後被扶上總裁的位置。但這2個年輕人在滿級大佬武則天面前，嫩的就像剛進公司的實習生。李顯剛上台，想提拔自己老丈人當高管，跟宰相頂了句嘴：老子就算把大唐江山全送給老丈人，又怎麼了？武則天一聽，眼神一冷，乾脆利落地開會，宣讀行政命令，廢黜李顯，貶為庶人，流放外地。
緊接着上台的李旦更聰明，乾脆在辦公室裡當起了隱形人，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把所有公章和決策權雙手奉上。在連續費力徹底馴服了李氏皇族和滿朝文武後，天授元年公元690年，67歲的武則天終於決定掀開所有的底牌。她不屑於再當什麼皇太後或摄政忙，她要像男人一樣名正言順地當這家公司的最高董事長。《資治通鑑》用極具儀式感的文字記錄了改天換地的這一天。武則天正式宣布改國號為周，史稱武周，自稱聖神皇帝，將皇帝李旦為皇嗣，改賜姓武。那一天，長安城旌旗蔽空，萬眾歡騰。那個當年跪在感業寺青燈古佛前，被時代和偏見踩在腳底的小尼姑，在67歲這個本該頤養天年的古稀之年，硬生生憑借着一己之力，砸碎了綿延幾千年的男權鐵律，登上了人類權力的最高峰。她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也是最正宗的千古女帝。然而，登頂的王座之下，從來都鋪滿了荊棘與鮮血。作為一個沒有任何宗法合法性的女皇帝，武則天登基後，面臨的是全天下守舊勢力無休止的暗殺、叛亂和詛咒。徐敬業在揚州起兵造反，宗室諸王在各地密謀暴動。為了在極度不安全感中活下來，為了鞏固這個史無前例的武周政權，武則天在這一時期被迫啟用了她執政生涯中最大的道德黑點——酷吏政治。她重用了來俊臣、周興等一批心理極度扭曲的職業打手。羅織罪名，來俊臣等人編寫了一本叫《羅織經》的特務培訓教材，核心內容就是如何無中生有，通過嚴刑峻法，把一個忠臣活活逼成謀反犯。科技與狠活的刑具，他們發明了請君入瓮、定百脈、死豬頭等一系列聽名字就讓人毛骨悚然的酷刑。《資治通鑑》記載，那幾年的長安和洛陽，每天都有大批的李唐宗室、朝廷重臣被特務坐飛機一樣抓進監獄，嚴刑拷打，抄家滅門。這叫全公司高壓審計，任何人只要有一句牢騷，明天就會在公司花名冊上被徹底物理抹除。雖然武則天在幾年後看準時機，毫不留情地把來俊臣、周興這幫狗腿子當成平息民憤的工具人給亂刀砍死，但酷吏政治帶來的血腥原罪卻成了他和當年的李世民一樣，後半生永遠無法擺脫的深夜噩夢。當武則天漸漸老去，到了80歲的高齡時，那個曾經在玄武門前折磨了李世民一輩子的接班人魔咒，精準地越過了20多年的時空，結結實實地砸在了武則天的頭頂。武周集團的繼承人到底該選誰？這時候的公司董事會分裂成了兩派。武家派以他的侄子武三思為首，他們天天在武则天耳邊吹風：姑姑，你現在開創的是武周天下，如果把皇位再傳給李家的兒子，大周不就又變回大唐了嗎？應該傳給侄子，才能保住武氏的江山啊！李家派以狄仁傑為首的寒門重臣，他們死死守着宗法底線，堅決要求接回流放的皇子李顯。武則天陷入了人生中長達數年的重度窒息狀態。她白天看着窗外繁華的洛陽城，晚上躺在病榻上，內心充滿了抗拒與迷茫。她心想，老娘奮鬥了一輩子，打破了所有天花板才搶來的公司，難道最後還是要拱手還給李家嗎？關鍵時刻，大唐第一神探，也是武则天最信任的宰相狄仁傑，在一次深夜談話中說出了一句徹底擊碎女帝心理防線、流傳千古的硬核勸諫。狄仁傑看着滿頭白髮、眼神疲憊的女帝，
淡淡地問了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姑侄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佩石太廟，承繼無窮；立侄，未聞侄為天子而繼姑姑於太廟者也。這句話簡直是宿命的絕殺。狄仁傑用最樸素的中國傳統宗族邏輯，把武則天從至高無上的聖神皇帝瞬間拉回了一個母親的現實身份。狄仁傑的意思是，陛下，就算你把江山傳給侄子武三思，等他當了皇帝，他太廟裡供奉的也是他自己的親爹，怎麼可能去天天燒香祭拜你這個姑姑？你只有把江山傳給親生兒子李顯，你死後才能作為母親，作為大唐的祖先，永遠享受子孫後代的香火和祭祀啊！那一夜，80歲的武則天在龍椅上沉默了很久很久。她贏了天，贏了地，贏了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但她最終贏不過身體裡奔流的血脈，贏不過中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家庭與因果。他長嘆了一聲，妥協了。公元698年，武則天秘密下令，用一輛低調的馬車，把流放了14年的大兒子李顯接回了洛陽，重新立為太子。大唐集團的股權在兜兜轉轉了20年後，最終還是以一種極其壯烈也極其溫情的方式，回到了李氏子孫的手中。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正月，82歲的武則天病重，臥床不起。就在她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时刻，那些她曾經一手提拔起來寒門出身的重臣們，張柬之、崔玄偉等，聯手太子李顯，發動了名震歷史的神龍政變。他們率領禁軍，斬殺了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全副武裝地衝進了女帝的寢宮，逼迫82歲的老婦人簽字退位。《資治通鑑》記錄了那個充滿英雄遲暮感的畫面。82歲的武則天從病榻上驚醒，看着滿屋子明晃晃的刀槍和那些曾經對自己跪拜的臣子，她沒有破口大罵，也沒有垂死掙扎，她只是看了一眼兒子李顯，淡淡地說了一句：驚動到你了，那2個男寵已經殺了，你回東宮去吧。他累了，這場和天和地和命運狂飆了半個世紀的無限遊戲，他不想再玩了。政變後，李顯復辟大唐，給母親送上了極高明的尊號。然而，武則天在生命最後的幾個月裡，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肅然起敬，也徹底完成了自我救贖與解脫的決定。臨終前，他留下了一份極其震撼的遺詔，責令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後，復葬於乾陵。他主動放棄了自己拼了半條命才搶來的皇帝之稱，他不再是孤家寡人的聖神皇帝，他選擇重新當回李治的妻子，當回大唐的皇後。公元705年11月26日，一代女帝武則天在洛陽上陽宮安詳駕崩，享年82歲。次年，她的靈柩被運回長安，與那個一生深愛她、包容她、重封了30年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在乾陵。在乾陵的漫天風沙中，李治的陵墓前立着密密麻麻寫滿豐功偉業的聖跡碑，而在武則天的陵墓前卻只立了一塊巨型、宏偉卻一個字都沒有刻的無字碑。大唐集團的第2季，破局者的逆襲，到這裡就全部落下了帷幕。從14歲的基層冷板凳員工，到26歲感業寺的破產清修，從33歲的雙盛臨朝，到67歲的更名上市，直到最後82歲的无字碑歸宿。武則天留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僅僅是一個中國唯一女皇的爽文神話，更是一個面對階級天花板、面對世俗極端偏見時，永不認輸、極度自律、
把硬核治理才能發揮到極致的頂級破局者姿態。如果說第一季的李世民向我們展示了破壞規則需要付出的慘烈代價與宿命因果，那麼第二季的武則天則向我們詮釋了如何用無可挑剔的極致實力去建立一套更公平、能福澤後世的全新秩序。那座無字碑不是因為他無法評價自己，而是他留給歷史最高明的留白：老娘這一生該捲的捲了，該破的局破了，寒門我提拔了，盛世我締造了。至於那些功過是非、男歡女愛，老娘一個字懶得寫，你們後世的人自己慢慢品去吧。感謝你陪伴我走完這場跨越半個世紀的大唐女性創業史。關注我，我們下一個歷史現場不見不散。